近年来出现各种心灵成长课程，什么成功学、吸引力法则、潜能开发到各式各样的灵性启蒙训练，似乎呢，只要参加这些课程，幸福、财富、政务解脱、超能力马上就到。然而，这类课程往往混杂着不实承诺，甚至呢，隐藏着高压的心理控制，如最近被揭露的大型团体意识训练。LGAT 的3阶段心灵课程，让学员逐步陷入心理操控，不仅掏出巨款还变成课程推销机器。听起来是不是感觉跟邪教的界限很模糊呢？这集影片将带您认识邪教的特征，同时以佛教早期经典的《狮子吼经》为根据，来说明我们该如何分辨哪些课程或心灵团体是能真正帮助我们的，避免落入圈套。想知道自己参加的课程或是团体是否安全，或是好奇佛陀怎么看这些问题，请继续看下去。那什么是邪教呢？在1980、90年代欧美国家各种灵性课程与新兴宗教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众鸟争鸣，但良莠不齐。虽然有人因此重启幸福人生，但也有人因此身心受创、人财两失，甚至还出现因邪教而集体自杀或发动攻击的事件。因此呢，很多国家开始加强反邪教宣导，提醒民众学会分辨。那邪教到底是什么呢？从学术来说邪教是指有极端控制力的小型宗教或灵性团体，核心围绕着一位领袖，内部封闭，并对成员施加高度心理操控。在大众语境里邪教的定义比较广泛，通常指某个以诈骗洗脑为主的犯罪团体，或是对有争议的心灵宗教团体的贬称。那怎么判断一个团体是不是邪教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分析他们的共通特征。想寻求心灵成长、解决人生困顿这种需求从古至今都有。佛陀时代当然也有所谓的邪教或是不当心灵团体。当时呢，印度正值沙门运动的浪潮，也就是各种追求灵性证悟、寻求解脱的新兴宗教百花齐放。不同团体呢，对修行有各自的看法，因此佛陀对心灵团体的观察有相当深刻的见解。在中阿含狮子吼经里，佛陀告诉弟子，真正的修行者必须具备4个条件：信尊师、信法、信戒德具足，爱敬同道，恭课奉事。简单来说，就是信仰佛陀、信仰佛法，具足戒德，并且与同参道友互相尊重、互相扶持。那问题来了，其他团体也会说，我们也有值得尊敬的老师，也有我们信仰的道理与遵守的戒律，也有我们的团体，那有什么不同？这正是佛陀想让弟子思考的问题。接下来的经文呢，就是佛陀教导如何用理性问答的方式来辨别怎样才是真正能引导解脱的修行团体。从刚刚说到的经文开头，我们就可以知道，不管是正常的宗教团体，还是不当的心灵课程，甚至是邪教，基本上呢都有领导者、信条、组织、团体与规约这4个要素。那邪教的运作模式基本上就是神话领袖，建立绝对教条，强化群体控制，并制定极端规范，让成员丧失批判能力而无法脱身。我们一项项来仔细看邪教呢，通常有一位领袖自称拥有神圣能力、特殊智慧，是神的化身，是唯一的救世主。这种被神化的领袖往往有无上权威，不容置疑。那这类团体通常宣称拥有唯一的真理，参加就能获得爱情、财富、成功、灵性启发、救赎等等但他们呢，只会用简单的答案回应复杂的人生问题，有时会用世界末日到了或救世主情节来强化信仰。某些团体还会使用特殊仪式，让成员产生强烈的身心体验，但其实不过是心理操控技术而已甚至呢，会灌输外面的人都是错的，只有我们是对的这种二元对立观念，让成员对组织产生极端的凝聚力。透过前2项的铺陈，这些团体还会营造出极端的群体归属感。他们会使用自己的暗语，让成员觉得自己属于一个高级圈子，而自愿或是被迫与外界隔离。如果有人要离开，就会被排挤、威胁，甚至报复。以上3项的具体作为会以团体或课程规约的方式来要求，用这些规定呢来封锁外界资讯，阻止成员独立思考。
通常呢会要求完全奉献自我，包括时间、金钱，甚至呢切断与家人朋友的联系。此外啊，某些团体甚至会干涉个人财务、男女关系，甚至性行为等私领域，彻底控制成员的生活。如果从以上这4方面来审视，发现有符合的情况，最好赶快离开。如果是资讯不透明的团体，不容检核，那么谢谢不联络，不必再深入了。这4个要素，领导者、信条、组织、团体、规约，是很多团体基本共通的成分。佛教呢也有对应的概念，就是佛法僧戒。所以呢，佛陀也知道一定会被质疑啊，大家都有这4项啊，那你们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呢？这就是接下来狮子吼经要解答的问题。佛陀教我们参加心灵课程或是团体时，一定要先看它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是一个清楚的方向，还是普遍涵盖各种愿望。一般来说呢，真正的修行或成长课程，终极目标应该是单一明确。例如佛教是解脱生死，基督教希望上天堂回归神的怀抱，印度教呢则是与大我合一。那你要参加正念解压的目标就是减轻压力，促进健康。如果某个课程号称包山包海，爱情、财富、灵性、健康全都能给你，那该警觉，它可能只是场骗局哦。佛陀又问既然有清楚明确的终极目标，那要达标是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呢？是贪婪、憎恨、愚痴的人，还是无贪、无嗔、无痴的人呢？真正能有所帮助的课程或团体，是不是应该让人减少贪爱、执取、憎恨，不谈玄说妙，并且有清楚的愿景的才是呢？讲到这里应该很多人已经拍大腿说，对吼，不管你是想解决人生问题、修行成仙、追求解脱，还是单纯想身心健康，都应该是减少内心的贪嗔痴，降低敌对怨恨，减少杂乱心思的精神内耗，而且目标要明确，这样才对嘛。所以只要掌握这个原则来筛选，基本上就能淘汰掉很多不当的心灵团体。但是佛陀的分析还没结束哦，他进一步指出，所有心灵或修行团体的见解，基本上呢都来自2种执着，有见或无见。执着有见的人认为身心是恒常不变的，死后灵魂会继续存在，类似唯心论的观点。执着无间的人则觉得人生就是这一生，死了就什么都没了，类似唯物论的观点。那这2个阵营往往彼此看不顺眼，辩论不休，互相对抗。但佛陀不站任何一边，因为他已经透彻理解这2种见解的根本，知道他们的升起、消灭、执取的滋味，他的过患与超越的方式。而那些还没有真正看清这些问题的修行者或心灵导师，就容易落入刚刚讲过的心灵成长障碍，陷入贪嗔痴、执取、对立憎恨，流于谈玄说妙，无法真正解决人生的痛苦。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佛陀的见解超深入的？原来真正的心灵成长，不是只学一些技巧，而是要看清执着的根源，知道怎么远离，才能真正解决痛苦。这些很多心灵导师自己也不知道，更不要说教你了。佛陀接下来又提到一个重点，断除4种执取：欲取、戒禁取、见取、我与取。这4种执取呢，是让人无法心灵成长、困在不当修行团体的因素，也是检视团体是否有邪教性质的重要指标哦。欲取呢，是对名利欲望的执着。很多不当心灵课程会用美好的承诺来吸引人，像是哎呀，来这个课程就能变成有钱、灵性提升、找到灵魂伴侣哦，听起来很诱人，其实就是利用人们对感官享受和世俗利益的执着，把你拉进去而难以脱身。2、戒禁取是对仪式与规范的执着，有些团体会强调要遵守某些特定的仪式或行为规范，无论饮食、穿着，甚至连社交、婚姻、性行为都要管。他们会说只要这样做，你就能得到救赎，否则会有可怕的后果，让人陷入恐惧不得不做。3、见取是对错误观念的执着。不当心灵团体呢，会洗脑成员，只有我们才是真理，外面都是错的，而且排斥科学和逻辑，让人无法理性思考。这种对错误观念的执着呢，把人更推向极端哦。第4，我与取
是对自我概念的执着。邪教团体会让成员觉得自己是觉醒的先驱者，是高人一等，才有加入团体的特权。这样的身份认同呢，更强化自我观念的执着，而且这种自我执着又和领袖崇拜绑在一起，使成员呢更离不开团体的大我归属感。在这四种执着中，借进去最容易被外界察觉，也最常导致邪教事件发生，像是集体自杀、性侵、恐怖攻击等哦。事实上，它的力量来自其他三种支取的支撑：对利益的诱惑、对教义的死守和对团体与领袖的盲从。佛陀说，只有能完全断除这四种执取，才是真正的修行团体。那这四种执取的根源呢，来自无明，也就是对无常、苦、无我的实相不明白，不知道痛苦的真正成因，所以也不清楚如何根除痛苦。如果能真正明白无常、苦、无我的道理，如实理解痛苦的升起与消灭，这时候呢，心里不再有恐惧与烦恼，也不会落入错误的执着。那么欲取、接近取、见取、为取，自然断除。能够这样，才是真正值得信任的心灵团体。佛陀的修行团体就是这样的正法团体。佛陀证悟的缘起法，他的教法清楚指出四种执取与障碍心灵的根本原因，因此佛陀的教团经得起检视。不论是领导者、信条、组织、团体和规约，也就是佛法、僧戒这四项都符合正法，是真正能达到究竟解脱的团体，因此能发出狮子吼。这就是这部《狮子吼经》的由来。心灵成长、宗教修行的确需要老师指导、团体支持，这也是为什么这类课程团体会存在的原因。从古至今都是这样，佛陀时代也是如此。由于有太多不同的修行团体，佛陀在《狮子吼经》中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框架，帮助我们辨别哪些团体值得加入，哪些则可能是有问题的心灵团体甚至邪教。现在我们来复一下重点哦，看您记得多少。首先，我们学到每个心灵团体都有四个基本成分：领导者、信条、组织团体、规约。当您想加入某个团体时，可以用这四个面向来分析。有邪教性质的团体会有神话的权威领袖，强调绝对教条，严控封闭的组织，还有极端的规范。从这四方面来心理操控，甚至行为管制，让人丧失批判力，而完全依赖团体和领袖。如果你发现这些迹象，而且团体资讯不透明，很多事情不能问、不能说，那就要小心，这团体有问题，最好早点离开。再来，你要问这个团体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若对方无法明确说出来，只是说些成功、人生、宇宙真理、灵魂觉醒等等的迷汤，实际上没有具体方向，没有系统理论，只会拼凑些人生小哲理，那也要提高警觉。佛陀在《狮子吼经》中提到，真正的心灵成长应该减轻内心贪嗔痴烦恼，减少敌对排斥怨恨，降低烦躁，去除精神内耗的杂念妄想，而且要明确的目标。如果你发现某个团体充满负面情绪，甚至利用恐惧、排斥、怨恨来心理操控，那就不是在帮助你成长，而是在消耗甚至利用你哦。佛陀进一步指出很多问题团体会利用四种执取让人上钩，深陷其中：一、欲取，对名利欲望的执着，以此来诱惑成员；二、见取，对错误观念的执着，自称掌握唯一的宇宙真理，对成员洗脑；三、借进取，对仪式与规范的执着，借此束缚控制成员；四、为取，对自我概念的执着，强调特定身份认同来凝聚成员并排斥外界。而这些执取的根本原因，佛陀说就是无明。只有透过如实之见，明白痛苦与执取生灭的根本因缘，才能解脱。那么想要自我成长、心灵提升，要怎么选择合适的团体呢？第一最好选择有认证受监管的机构，避免来历不明的灵性导师。第二呢，建议考虑正信宗教，如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这些都有严格的自我管理伦理规范，通常呢也都提供了免费的心灵课程可以参加。第三，要保持理性判断，不要因为朋友推荐或场面热络就一头热的加入。第四，还要定期检视自己参与的团体是否真的有帮助，还是让自己无法思考，烦恼恐惧越来越多。
不可讳言的，有些团体可能挂着真信宗教的名号，却实际行径呢有邪教性质，甚至有的政治团体也是这样。这些呢也都是要小心警觉的。面对各种心灵团体啊，不管是还没有加入，还是已经在里面，都应该保持理性，用《狮子吼经》中佛陀的教导来检视。如果发现不对劲，别犹豫，保护自己，快速离开是最高原则哦。希望今天的影片能帮助大家真正往心灵成长的方向前进。我们下次再见了。